作为一家相对年轻的游戏公司 ，Level 5在20多年间创造了众多成功的原创 IP， 其中许多作品更是陪伴玩家一同成长。这间公司几乎与创立者日野晃博深度绑定，从游戏的企划开发到公司运营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他的身影。可以说 ，Level 5的历史也几乎等同于日野晃博个人的职业轨迹。出生于1968年的日野晃博，童年在福冈县大牟田市度过。孩童时期的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常常往返于书店和电器店之间，从迷你四驱车到遥控模型、拼装模型，样样都感兴趣，尤其钟爱机械类的东西。在他小学3年级时，第一次知道了迷你电脑的存在。虽然对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他来说，电脑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他依然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试图了解这个新产物。直到某天在杂志上看到无数的报道和游戏画面，这让他对电脑游戏的玩法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与向往。因为家中亲戚众多，日野晃博靠着积攒了整整3年的压岁钱，终于在小学6年级时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从那一刻起，他开始自学程式设计，从 Basic 语言入门。后来为了能掌握更进阶的组合语言，他又特地购入了一台新电脑继续钻研。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工作，年少的日野晃博大多时候都是和祖母一起生活。也正因为没有父母的严格管教，他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1982年，艾尼克斯举办了第一届 Lemon Hobby Program Contest， 当时的获奖者之一正是后来勇者斗恶龙之父枯井雄二。年少的日野晃博还曾打电话向艾尼克斯询问过如何参赛。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0几年后和枯井雄二一同开发勇者斗恶龙。后来任天堂的 FC 主机发售，但并没能引起他的兴趣。对于长期接触电脑游戏的他来说， FC 不论是画面还是容量都远不及电脑游戏。直到1988年，引发社会现象的《勇者斗恶龙3》发售，因为好奇这款让玩家彻夜排队购买的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第一次接触 DQ 的他在实际游玩后大受震撼。原来游戏也能像电影一样带来情感上的共鸣。他也第一次意识到，游戏的魅力不仅限于画面，而是在于玩法和情感的传达，对游戏有了全新的认知，同时也萌生了进入游戏行业的想法。几乎在同一时期，日野晃博从电脑专门学校毕业，受 DQ3 的影响，他放弃了已经录取他的普通公司，决心进入一家游戏相关企业。最初他选择的是主营电脑相关产品的 Systemsoft， 可这家公司并不招收应届毕业生，于是他带着自己制作的绘图工具软体和一款 RPG 游戏主动前去应聘，并在40名特招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职。然而理想与现实很快出现落差，他被分配到与城市设计无关的产品管理部。仅仅4个月后，他选择了主动离职。为了实现成为城市设计师的梦想，他加入了能直接参与开发的 Rivershell Soft。虽然知道自己做的选择有风险，但日野晃博始终坚持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正是这份信念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在进入公司之前，日野晃博一直认为自己比同龄人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可入职后他才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实际水平。当时他自诩能在已有的作业系统上做出任何想做的东西，直到看到公司的前辈们竟然在开发作业系统，震惊之余让他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专业的程序员，实际的开发工作和书本上的内容有很大差距。在参与过2款游戏的开发后，日野晃博敏锐地察觉到 3D 化的浪潮即将来临。当时美国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3D 游戏，他相信这股潮流很快也会传到日本。于是他主动向公司社长提出申请，希望能让他独自研究 3D 技术。因为工作能力得到认可，几年后在同事的推荐下，日野晃博成为公司主程式。几年后，支持多边形图形生成的主机 3DO 在1994年于日本上市。3D 用 Panasonic にある興奮発売中。Panasonic
Riverview Soft 随即在 3DO 平台上开发了 3D 游戏 Dr. Hauser， 但由于缺乏经验，游戏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理想。5年年底，拥有更强多边形处理性能的 PlayStation 发售。曾经开发 Dr. Hauser 的开发组则向 PS 平台制作了全新作品 Overblood， 虽说评价仍然一般，但相比上一款游戏已经有了明显进步。1998年推出了续作 Overblood 2， 各方面评价都优于前作。这一时期的日野晃博除了负责编程工作，还亲自开发了用于 3D 游戏制作的相关工具，是 Riverview Soft 公司内 3D 项目的核心负责人。虽然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让他在公司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又愉快，不过在开发游戏时也需要他拼尽全力，毕竟公司的开发资金并非无限，甚至在开发期间多次出现经费不足，由他个人出资填补亏空的情况。在参与完 Overblood 2开发后，为了能制作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游戏，日野晃博决定离开 Riverview Soft。他在多年后的访谈里坦言，因为当年的自己年轻气盛，把游戏销量不佳的原因都归咎到公司的开发环境。他和原公司部分团队成员辞职后，希望能找一个更适合游戏开发的环境。正巧那段时间 ，SCE 正在筹备设立微星公司，并通过名为“一起玩游戏吧”的游戏企划征集活动，招募游戏行业内的新生力量。这项活动从1995年到1999年共举办过6届，6项的企划会被正式制作成游戏发售，例如 PS 上的动作解谜游戏赛。随身玩伴，游戏的主角井上多罗还曾一度成为 PlayStation 的吉祥物。还有被认为是 TS 上最被低估的作品之一 Zacadia， 都源自这项活动中的优秀企划。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有的进入 SCE， 有的则成立了卫星公司，在开发游戏的同时，接受来自 SCE 的多方支持。日野晃博当时也希望自己带领的团队能以类似的方式加入 SCE 体系，成为卫星公司之一。然而当时的 SCE 副社长佐藤明确对他说：“我相信你们的才能，签订合同也不是不可以，但希望你们的目标不是仅限于成为一间卫星公司，而是去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在 SCE 副社长的鼓励和推动下，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日野晃博于1998年创立的公司 Level 5。多年后 ，SCE 的卫星公司制度被废止，日野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庆幸。假如当时的自己成为那套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今天的游戏界可能就不会有 Level 5的存在。多亏当时听从了 SCE 副社长的建议，现在才能有机会为不同的平台开发游戏。Level 5位于福冈县，创立初期只有9名成员。公司名 Level 5的寓意源自5星级酒店的评定标准，希望公司始终能打造出5星级品质的游戏作品。在创业初期，日野晃博没有任何公司经营管理经验，连注册公司的手续都不懂，他只能通过阅读大量相关书籍来自学管理知识。凭借果断的行动力和敏锐的直觉，带领团队一边摸索一边成长。公司成立后的前5年，几乎所有项目的决策都由日野晃博亲自拍板，所有工作上的事务也都要亲自参与。不过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他逐渐意识到个人能力的局限，开始将精力集中在创意和方向的制定上。即使到现在，公司的大多数企划仍出自他本人之手。Level 5的分工体系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完善，而是在实际运作中自然形成的。最初日野晃博几乎包办所有工作，但随着事务量的增加，成员们主动分担任务，逐渐演化出明确的部门结构。虽然这种运作方式在外界看来略显杂乱无章，但早年间业界对于 Level 5的评价都是开发速度快，游戏品质高。2000年 PS2 上推出了首款动作 RPG Dark Cloud， 由 Level 5负责开发， SCE 出资并发行。虽然有资金支持，但在开发过程中一度出现资金短缺。为了维持项目进展，日野晃博不得不自掏腰包填补开发费用。作为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款作品，游戏在日本的销量其实并不理想。不过在隔年推出的海外版中，团队对日版的不足进行了大幅改良，最终在北美突破了100万销量。对于一家成立不久的新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开始。2002年
续作 Dark Chronicle 发售。相比前作，游戏在各方面都有大幅强化。画面使用名为 Tone Renderer 的描绘技术，大大提升了画面的表现力。本作在日本的销量和口碑都高于前作。在2002年的 TGS 上 ，Level 5公开过一款计划登陆初代 Xbox 平台的 MMORPG《True Fantasy Live Online》。游戏画面采用卡通渲染风格，可惜游戏在2004年突然宣布了终止开发的消息。不过2012年在 3DS 上发售的 Fantasy Life 亦成了本作的精神。Fantasy Life 原本计划登陆 NDS， 由曾负责 Mother 3的 Brony Brown 负责开发，后来才被转移到 3DS。在 Dark Cloud 推出后 ，Level 5开始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多位曾参与《勇者斗恶龙》系列开发的成员非常欣赏他们制作的 Dark Cloud， 于是主动提出想与日野晃博见面。在会面的期间，日野晃博毫不避讳地指出了 DQ7 的问题，还坦言自己是因为 DQ3 才立志投身游戏行业的忠实粉丝。听完这番话，对方当场提议，既然这么喜欢，要不要自己做一款？日野立刻答应，并马上开始制作定标用的 demo。当时 Level 5正忙于另一款游戏的收尾工作，又临近年末，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但为了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日野晃博请求员工们利用年假来开发 demo。当大家听说能参与《勇者斗恶龙》的项目后，纷纷主动响应。最终 Level 5被成功选定为《勇者斗恶龙8》的开发公司。日野晃博除了全程参与 DQ8 的开发，还亲自绘制了宣传片的分镜，并负责剪辑工作。2004年游戏发售后，《勇者斗恶龙》之父枯井雄二称赞 Level 5的高效，感叹这是系列第一次能按期发售。凭借 DQ8 的成功，正式打响了 Level 5的名气。2005年 ，Level 5在 PS2 上推出了公司的第4款游戏《Rogue Galaxy》。因为受 DQ8 成功的影响，这款新作在公布时就备受瞩目。宣传期间 ，Level 5高调宣称，本作是以匹敌某2大国产 RPG 为目标进行开发的游戏，更是在发售前4个月就开始投放电视广告。可惜游戏正式发售后让人大失所望，过度宣传造成玩家巨大的心理落差。最终被玩家票选为2005年度 Kusogame of the Year。游戏的系统和故事是最为玩家所诟病的部分，这也是日野晃博第一次被批不适合写故事。2年后 ，Level 5推出了导演剪辑版，对游戏系统进行了调整，并追加少量新要素。虽然对比原版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但由于故事的硬伤以及年度 Kusogame 的恶名，最终没能让这款游戏翻身，反而成了 Level 5成立以来最大的黑历史。虽然经历了挫折，但 Level 5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们继续以开发商的身份为 PSP 制作了2款游戏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从开发商转型为发行商。游戏开发商通常以委托费或分成的方式获利，虽然能有效规避风险，却很难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发行商则负责销售与宣传，收益更高的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推广和市场风险。在完成《勇者斗恶龙8》后，长期从事外包开发的 Level 5希望打造属于自己的原创 IP， 正式转型为独立发行商。转型后的第一款作品，就是在任天堂新掌机 NDS 上推出的《雷顿教授与不可思议的小镇》。当时的业界普遍认为，只有任天堂自家的游戏才能在 NDS 上热卖。而在那段时期，脑断链和 Nintendogs 吸引了大量轻度玩家，这让日野晃博意识到，并非所有 NDS 用户都是核心玩家，游戏必须面向更广泛的受众。他的策略是制作一款就算只玩过脑断链的玩家也能轻松上手的作品。在分析了脑断链的不足后，他在解谜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新要素，使游戏成为延续脑断链体验的作品。谜题部分特别邀请身为心理学家和作家的多湖辉进行指导。被吸引女性玩家
还请到知名演员大泉洋和库北真希为主要角色配音，再配以动画电影般的游戏画面，依靠这些来提升游戏的话题度和吸引力。游戏操作指示明确，界面简洁，即使没有游戏经验的玩家也能轻松游玩，从而突破传统游戏的玩法框架。游戏最终成功突破100万销量，这一设计理念也延续到后来的闪电11人和二之国。此外，为了避免因文化差异在海外市场受阻，日野晃博特别在初代雷顿教授中融入了异世界伦敦的设定，使游戏展现出独特又亲切的奇幻氛围。游戏在海外的反响远超预期，在欧洲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Naturally, those who attended the reading of the will immediately set out in search of the golden apple. Wow, that's some puzzle, all right. 这一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 NOE 的提案，他们提出更换欧版封面的设计提议。虽然日野起初并不认同，但事实证明这一调整非常有效，让游戏顺利打入了欧洲市场，全球总销量达到317万份。雷顿教授的成功为闪电11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闪电11人推出前，业界普遍对足球题材游戏的市场表现持消极态度，而本作为一款面向儿童的游戏，考虑到小孩子零花钱有限， Level 5采取了特别策略，先在漫画杂志上连载漫画，然后推出电视动画等作品积累了一定的热度后，再推出同名游戏。游戏发售后取得了40万套的销量。首次尝试的跨媒体策略如预期获得成功，使闪电11人迅速成长为 Level 5的又一个代表性 IP。到2013年为止，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款系列新作。这之后 ，Level 5又与吉卜力工作室合作，开发了《二之国》，日野晃博亲自负责了剧本和原案。游戏最大的卖点，除了吉卜力制作的精美动画，还随游戏同捆了一本魔法书。在游玩的过程中，玩家需要实际翻阅这本书来推进剧情或解谜。同捆实体书的设计，或许是为了能防止盗版，同时带给玩家新鲜的互动体验，可在实际游玩时非常不方便。二之国发售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很快就有续作推出，成为 Level 5又一个重要的原创 IP。随着主机性能的提升，游戏开发的规模与预算也急剧上升，相对的是发行商数量开始逐渐减少。许多原本有潜力成长为发行商的工作室，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成本而被迫倒闭。Level 5则是其中极少数的成功案例。甚至在2008年，他们还取得了东平尾公园博多之森体育场的冠名权。虽然已经完成从开发商到发行商的转型，但 Level 5依然与 SCE 和史科威尔艾尼克斯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008年 SCE 发售的《白骑士物语》，以及2009年 SE 发售的《勇者斗恶龙9》，都是由 Level 5负责开发的作品。DQ9 原计划在2007年发售，但因为技术难题以及远超预期的 debug 工作，导致游戏多次延期。当时的 Level 5同时还在开发闪电11人和另一款作品，多线开发和人手不足，可能也是导致延期的原因之一。一路顺风顺水的 Level 5在2012年突然遭到来自世嘉的侵权诉讼，诉讼内容主要针对闪电11人的操作方式。世嘉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Level 5，指控闪电11人系列中多款游戏侵犯了世嘉在 NDS 上的2项触控操作相关专利，要求 Level 5停止销售、销毁产品，并索赔约9亿日元的赔偿金。Level 5方面则回应称，闪电11人使用触控笔操作角色是一种常见的基本操作，并不构成专利侵权。他们还指出，这家此举可能会限制游戏开发的自由，阻碍整个产业的发展。这场诉讼大约在2015年前后结束。鉴于判决结果并没有公开，双方也没有发表公告声明，或许是两家公司最终达成了和解。闪电11人即将发售的新作依然加入了触控操作。在2008年的 Level 5 Vision 2018活动上， Level 5还公布了自家的新主机 Roid， 主机名的寓意为孕育和传播新创意、自由构想新作品的平台。相信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台主机，因为所谓的主机并不是实体设备，而是一个新概念的游戏门户网站。Roid 的网站被设计成主机的形式，主要面向手机和 PC 用户。
玩家可以在网站内购买并游玩虚拟游戏。2009年 ，Roid 面向 iMode 手机的服务正式上线。2012年 ，Roid 和雷顿教授移动版的网站合并，更名为雷顿教授移动版 R。网站一直运营到2014年关闭，直到关闭前 ，Roid 都没有实施向 PC 平台的游戏服务。2011年 ，Level 5在 PSP 上推出了纸箱战机，继续推行跨媒体战略。这次除了动画和漫画，还首次在跨媒体项目中加入了塑胶模型。纸箱战机是一款让玩家可以自由组合小型机器人配件，并操控它们战斗的 RPG。其实这款游戏最早在 Level 5 Vision 2008上就已经发表，原定于2009年发售。次年的 Level 5 Vision 2009上，官方宣布将制作动画以及游戏和塑胶模型同步上市。在经过多次延期后，游戏终于在2011年正式推出。虽然首作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可续作的表现持续低迷。在纸箱战机 Wars 之后，系列就再没有推出过新作。同年播出的动画《机动战士 Gundam Age》由 Level 5参与制作。最初的契机，知万代南梦宫的高层邀请日野晃博，希望合作打造一款能达到100万销量级别的全新 Gundam 游戏。日野提出，如果要以100万销量为目标打造新作，那么他希望能从动画企划阶段就开始参与。在和 Sunrise 达成共识后，确定了制作方向，保留 Gundam 系列一贯的严肃主题，同时也能吸引新生代的观众群体。日野晃博亲自负责故事剧本 ，Level 5的御用画师长野拓造担任角色设计。不过动画播出后，因为角色设计和整体偏低龄化的风格，引发了大量争议。虽然试图兼顾成年与儿童观众，但结果却是两方都不满意。日野晃博的剧本更是遭到大量老粉丝的强烈批评，甚至发展到动画每播出一集，就会在推特上被网友讨伐的程度。而这次企划的核心，那款以100万销量为目标的 PSP 游戏，最终只卖出了5.5万份。虽然这次合作让 Level 5久违的尝到失败的滋味，但紧接着发售的下一款游戏，却让这家公司迅速登上了巅峰。2013年，妖怪手表发售，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款游戏不久后会成为引发社会现象级热潮的游戏。早在2012年1月，妖怪手表的漫画版就在 ColoColo Comic 杂志上连载。半年后，同名 3DS 游戏发售。2014年1月，电视动画开播。游戏在发售初期销量增长平稳，可在动画播出后，销量突然迎来爆发。日野晃博表示，这种异常状况让他预感到这款游戏要火。动画的成功带动了游戏的热卖，片尾曲《妖怪体操第一》在儿童群体和网络上掀起一股热潮，甚至在2014年登上了日本红白歌会的舞台，让妖怪手表成为当年的国民级话题作品。同年推出的双版本续作《妖怪手表2元祖本家》，以及年底发售的《妖怪手表2真打》，3个版本累计销量高达600万套，一举超越宝可梦，成为当年日本国内年度销量第1的游戏。2015年，全系列在日本的总销量突破1000万。妖怪手表是 Level 5首次实施全方位商品联动计划的作品，游戏的世界观有受到哆啦 A 梦的启发。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主角被设定成一个没有特别之处的普通孩子。动画采用单元剧形式，每集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穿插在其中的妖怪硬币广告，也让相关玩具销量暴涨，成功实现了商品收益最大化。这次跨领域的巨大成功，让 Level 5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之后的几年里，为了延续妖怪手表的热度， Level 5有持续推出新作。2017年上映的电影动画《妖怪手表 Shadow Side》，为了吸引更高年龄层的观众，电影中的妖怪设计回归妖怪应有的样貌，整体氛围黑暗。还在2018年推出过电视动画版，但由于反响平平，后续的几部动画又重新回归原本轻松可爱的风格。跨媒体策略下的第4款与第5款作品，分别是2017年的 Snack World 以及2021年的100万吨级武藏。不过这2款游戏都没能取得理想的成绩。Snack World 在2018年推出 Switch 版后，就再没有新的动向。
而本案蹲级武藏的游戏销量也较为惨淡，最新作也没有公布销售数据。接下来是 Level 5近年在其他方面的动向。2016年 ，Level 5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Freestyle Work， 专门负责2D 和3D 美术的制作。公司实行自由弹性工作制。2017年 ，Level 5把位于大阪的公司 Concept 吸收合并，更名为 Level 5 Concept。原 Concept 是由曾任卡普空制作人的道传金二创立。作为 Level 5的全资子公司 ，Level 5 Concept 主要负责智能手机游戏的开发。2025年，母公司 Level 5接手了 Level 5 Concept 的所有业务，并设立了 Level 5大阪事务所。Level 5 Concept 在同年4月正式解散。Level 5在2020年设立了线上漫画网站 Manga 5， 平台上除了有来自公司旗下 IP 的漫画作品，也有完全原创的新作。2022年，为纪念日本大型糖果和糕点制造商 Glico 创立100周年，特别推出了限定商品 Creators Glico。Glico 邀请来自不同行业的10位创作者设计玩具，其中游戏界的代表人物是日野晃博和枯井雄二。日野晃博既是公司的经营者，也是游戏开发者，兼具双重身份。他认为，创作者最大的敌人是害怕被否定，害怕出丑。只有放下羞耻与恐惧，才能真正提出大胆有共鸣的创意。日野晃博希望 Level 5能像迪士尼那样，善于经营和延续自家 IP， 让作品在游戏和影视等领域长期发展。同时，他一直非常关注 VR 和 AI 的发展。现在的 Level 5已经在实际开发中应用到了 AI 技术。在海外市场方面 ，Level 5开始重视中国等亚洲市场，还曾计划将妖怪手表推广到中国，同时持续发展欧美地区。他希望今后发售的作品都能做到全球同步，目标是成为一家国际化的游戏公司。日野晃博通过自己在游戏界的人脉，与其他公司或 IP 展开合作，其中 FF14 的联动就源自他和织田直树的私交。如今的 Level 5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300名职员的公司，公司总部依然位于福冈市。日野晃博表示，未来也没有搬离的打算。可能因为近几年作品的表现平平 ，Level 5开始重拾过去的经典 IP。目前即将发售的游戏有《雷敦教授和蒸汽的新世界》。闪电11人、英雄们的胜利之路，以及新作 Decapolis。虽然这些作品的发售日都被定在2025年，但 Level 5近年的游戏延期问题越来越严重。例如新作 Decapolis 原定是在2023年发售，还有在2008年原定在 PSP 上推出的心理恐怖游戏背后灵，自从2018年在发米通上被提及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闪电11人：英雄们的胜利之路更是经历了9次延期。最初的标题为《闪电11人：阿雷斯的天平》，2016年公布时，预计在2017年配合动画和漫画同步推出。2019年宣布延期并更改标题，平台也从最早的 3DS 转向 PS5、NS2 等新主机。造成频繁延期的主因尚不明确，不知是因为制作体制还是人手不足的问题。不过最近3年 ，Level 5开始频繁发布招聘信息，希望他们能通过人员的补充，提升游戏的开发效率。关于 Level 5这家公司的历史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内容有趣，请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这里是玩到的 Nail， 我们下个游戏再见。Hello， 我是经过 AI 认证的人类，感谢你看到最后。又是一次漫长的制作，因为上次 Hudson 那期反响不错，所以决定以后把厂商的发展史列入我今后的计划。但稿子写起来太慢了，查资料的时候还老是被一些无关紧要却又让我很好奇的内容吸引，比如2005年的年度粪作《Rogue Galaxy》男主的配音玉木宏，和当年一样入选的粪作《Grandia 3》里女主的配音木南夏晴结婚的事。好奇的人不用去查照片了，我放在这儿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解释，以后我做片子的速度可能也就这样了。虽然也想过提前多准备几个文案，或许能稳定更新频率，
不过也就是想了想。我的口嗨就到这里，感谢观看，拜拜。